球王39稱王，8球獨跑金靴榜，13分鐘翻埃及。再問軍刀誰更狂？台北時間7月12號早上9點，堪薩斯城世界杯8强，阿根廷对瑞士。先把3天前那13分鐘再放一遍。16强，阿根廷0-2落後埃及，梅西還罰丟了一個點球。全世界的手機都在談衛冕冠軍要出局了。然後第79分鐘，梅西傳中，羅梅羅頭球，1-2。第83分鐘，梅西自己捅进一球，2-2。補時，恩佐一錘定音，3-2。13分鐘，3個球把一只腳已經邁出局的衛冕冠軍硬生生拽了回來。這就是這支阿根廷，踢得險，命夠硬，心臟是鈦合金的。順便說一句，這也是本屆8強最後開球的一場，4強的最後一張門票就在這一晚發完。可今晚的对手是另一種难，瑞士。72年头一回殺进8强，6場不敗，全届只丟了3個球，剛用120分鐘外加點球，把本屆最燙的哥倫比亞活活耗死。一邊是本屆最鋒利的矛，一邊是本届最難纏的盾之一。先說清楚，這不是一場強隊走過场。瑞士這種隊專治各種不服，覺得阿根廷躺着晉級的，覺得他們遲早要在哪個懸崖邊摔下去的。這場球你都得聽老馬嘮完。先說那位爺，梅西，39歲。人類歷史上頭一批踢滿6屆世界杯的球員，他的起點你可能聽過100遍，可還是值得再講一遍。羅薩里奧的小個子，小時候查出生長激素缺乏症，家裡付不起真藥錢，巴薩的球探用一張餐巾紙當場簽下他，答應替他付醫藥費。那張餐巾紙上寫下的是後來20多年的足球史。從2006年德國之下第一次亮相到今天，他的世界杯生涯橫跨20年，本届場上不少对手是看着他的集锦长大的。這6届裡，他拿過2座世界杯金球獎，1座最佳新人獎，世界杯的個人榮譽，他快集了一整套。今年再把金靴收進櫃子，就真齊了。這個歲數的球星，絕大多數早就在解說席上西裝革履了，他還在場上，而且是以金靴領跑者的身份。本屆8個球比身後的哈蘭德、姆巴佩都多。8個球什麼概念？39歲這一屆，他已經超過了自己以往任何一屆世界杯的进球數，包括封王的2022年那屆，他进了7個。把他這屆的賬单攤開看，小組賽首戰，教練組捨不得用，替補登場，照樣攪動全場。對奧地利2個進球，就此把世界杯歷史射手王的寶座徹底坐實。生涯21球，前无古人。32強对佛得角，全队被拖进120分鐘加时。39岁的他跑滿全場，然後是埃及那場罰丟點球的4分鐘之後，1記助攻加1記進球，親手把自己贖了回來。最後這件事最值得咂摸，罰丟關鍵點球對任何球員都是心理上的一記悶棍，多少大牌就此崩掉整場比賽。39岁的梅西用4分鐘就翻篇了，這不叫狀態，這叫20多年職業生涯淬出來的心性。他也不是沒崩過，2016年美洲杯決賽又一次輸掉，他當場宣布退出國家隊，全阿根廷連總統都出来勸他回頭。回來之後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，美洲杯、世界杯，再一座美洲杯，一座一座往回撿。今天你看到的那份處變不驚，全是當年崩過的地方長出來的繭。如今的他踢法也換了活法，不再滿場飞奔，一場球走得比跑得多。可他每一次加速，每一腳出球都掐在最要命的時间和地點。用一位老球评的話說，別人踢的是90分鐘，梅西踢的是那幾個瞬間。當然賬單上也有一行小字，他是帶着左腿筋的肌肉疲勞來的。這屆世界杯賽季在邁阿密就歇過一陣，39歲的腿每多踢一場加時，風險就多1分。斯卡洛尼這屆的用人也全圍着這條腿轉，能省的分鐘1分鐘都不讓他多踢，保梅西就是保阿根廷的命。那他圖什麼？圖的就是那樁懸案。自從1962年之後，64年了，沒有任何球隊成功衛冕過世界杯。2022年他已經封王，功勞簿早就寫滿了。他回來是想幹一件半個多世紀沒人幹成的事。再說這支隊的其他人和他們身上的裂縫，主帥斯卡洛尼這人当年上任時，全阿根廷都在罵，一個沒帶過成年队的青年队教練，憑什麼接手梅西？結果他用一座美洲杯、一座世界杯、再一座美洲杯，把罵聲全變成了給他立雕像的呼聲。2022年那座杯，一半是梅西的，一半是他排兵布陣排出來的。這人最大的本事是臨場。埃及那场0-2落後，他中場連換帶調，把陣型整個掀了重排。後面那13分鐘是梅西的意志，
也是他的旗，門裡站着大马丁。2022年決賽加時最後一秒撲出科洛穆阿尼单刀的男人。那屆他的點球故事本身就邪，八強对荷蘭的點球大戰，他一個人撲倆；決賽對法國，又是他把对面罰球人的心態一個一個撲崩。阿根廷這幾年大賽點球大戰幾乎全勝，一半的功勞記在他那雙長臂上。只要他在，阿根廷就永遠多一條退路。真被拖进12碼，這队不慌。這也是阿根廷跟別的熱門最大的不同。別人怕點球，他們盼點球。新一代也接上了班，恩佐，2022年的世界杯最佳新人，如今在切爾西已經戴上了隊長袖標，是這支阿根廷中場的主心骨。埃及那場的絕殺就是他补时捅進的。羅梅羅在後場頭球扳回第一城的是他。賽後他腿部抽筋，嚇了全隊一跳，還好檢查下來只是虛驚，這場能上。老中青三層同時在線，這是斯卡洛尼這幾年攒下的最大家底。可裂縫也得老實摆，頭一條岁數26人名單裡6個30往上，梅西39，奧塔门迪38，3個門將全部32往上。賽前美國媒體的評估就直白，這支阿根廷更老了。這個年齡結構，8強8支隊裡獨一檔，年齡平時是經驗，到了連續作戰的7月就是賬單。打個比方，這套陣容像一台開了很多年的豪車，引擎還是頂級的，可你不敢再讓它連着跑3段山路。第二條，這一路太險了，32強對佛得角，一個50萬人口的島國被拖滿120分鐘，最後靠一記烏龍球才過關。16強又被埃及摁着打到0-2，2輪淘汰賽2次在懸崖邊上跳舞，贏家的心臟是練出來了，可血條也是實打實地在掉。120分鐘加時，加上刀刀見血的追分戰，梅西们的腿裡還剩多少油，只有他們自己知道。第三條，火氣。埃及主帥賽後公開炮轟裁判不公，說世界杯在偏袒衛冕冠軍，話有情緒。可這種輿論壓力會一路跟着衛冕冠軍走，往後每一場，全世界都會拿放大鏡盯着阿根廷得到的每一次判罰，冠軍的每一分都得贏得比別人乾淨。這也是衛冕這條路上看不見的那部分稅。嘮到這兒正好過半，喜歡老馬這麼給你捋球的，順手把訂閱點上。接着說今晚這賭72年一遇的強。說句公道話，今晚這個對手啊，是8強裡最會惡心人的那種。瑞士72年頭一回站上8強，上一次還是1954年。這屆6場不敗，全屆只丟3個球，防守的密不透風。本屆只有西班牙能比。上一輪他們對着本屆最燙的哥倫比亞，120分鐘不給空間，不給節奏，不給情緒，0-0拖进點球，4-3送客。賽後有句評價很毒，瑞士人不打敗對手，瑞士人取消對手。這隊的人也硬，隊長扎卡在阿森納被擼過袖標，被驅逐過主場，轉頭在勒沃庫森踢出德甲史上第一個不敗奪冠賽季，被打倒再爬起來，是這支瑞士的集體人設。後防的阿坎吉，國米中衛，球迷圈出名的心算天才，站位像提前算好的公式。主帥雅金更是有前科，2021年他剛上任，就在世界杯預選賽把剛拿了歐洲杯的意大利擠去附加賽，間接送意大利缺席了2022年世界杯。這種隊從來不管你是誰。瑞士的壞消息是火力本來就貧血，隊內本屆最佳射手曼赞比又在訓練裡傷了膝蓋，基本無緣本場。他們的矛盾了3分，兩邊的排一隊，勝負手就3處。8球金靴的梅西對全屆只丟3球的瑞士防線，本屆最矛與最盾的對撞。時間是第2個戰場，瑞士要把比賽拖長拖爛，阿根廷的老腿要的是速戰速決，比賽每多活1分鐘，天平就往瑞士那邊挪一點。第3處在定位球，恩波洛的身板加阿坎吉的頭球，對一條平均年齡不小的阿根廷防線，每個角球都是考題。還有一個隱藏變量，球迷。堪薩斯城這種中立場，藍白軍團照樣能占下大半個看台。瑞士人要對抗的從來不只是場上那11個，專業機構那邊把阿根廷擺成了明白的熱門，晉級的把握70%多，可他們同時把這場的進球數壓到了8強最低一檔。翻成人話，都覺得阿根廷能過，但都覺得這場會踢得很難受。那阿根廷的劇本怎麼寫？第一條，快，趁瑞士的鐵桶還沒扎穩，用開局30分鐘最狠的一波衝擊撕開口子，早進球一切好辦。瑞士被迫開出來對攻，那不是他們的球，而且拆鐵桶這門手藝，梅西練了20年。巴薩那些年，年年有人對他摆大巴，他的招從來不是急，是等。走着走着，忽然一變速，一腳直塞，牆就漏了。
2014年那腳餵給迪瑪利亞的絕殺助攻就是這麼來的。第二條，別跟瑞士耗，這隊最擅長的就是把比賽拖進他們的時區，時間走得很慢，機會少得可憐的那種球。斯卡洛尼的换人得掐着點兒來，70分鐘之前就把勝負办完，別讓39歲的腿去踢第91分鐘。第三條，盯死定位球。阿根廷這場丟球的最大風險，80%來自一次角球或者任意球，這是瑞士為數不多的進攻科目，也是他們練得最熟的。真要是拖进點球呢，也不是末日，门裡有大馬丁，2022年点球封神的主。可对面剛贏了一場點球大戰，科貝爾的手感也是熱的。真到12碼，那是2個點球高手的對決，誰也別想穩贏。所以最好的辦法就一個，別讓比賽活到那兒。還有一條歷史的提醒。12年前，2014年16強，阿根廷上一次碰瑞士，就是被拖到了加时第118分鐘，才靠迪瑪利亞一剑封喉。那腳絕殺的助攻，正是梅西突進後餵出來的。歷史說了2件事，瑞士從來不是快餐，可只讓梅西們多咬一口气。瑞士的完美防守總會有塌方的那一秒。還有一個瑞士改不了的事實，防守能保平，進球才能贏。对哥伦比亞那120分鐘，他們自己也一个球没进。最後靠的是點球，點球那種事兒不能場場都靈，一場球2個考驗，一個考驗耐心，一個考驗神經。為什麼說梅西們幹的是件64年沒人幹成的事兒？歷史賬補一筆不長啊。上一次有球隊成功衛冕世界杯是1962年的巴西貝利那一代，之後64年所有衛冕冠軍全部折戟。最邪門的是本世紀那一串，2002年的法國衛冕之旅小組出局，一個球沒進；2010年的意大利小組墊底；2014年的西班牙首戰1比5慘案，小組出局；2018年的德國還是小組墊底。連續4屆衛冕冠軍連小組都沒出去。衛冕魔咒這4個字就是這麼來的。魔咒的可怕從來不在對手多強，在冠軍自己的慣性，功勳老將捨不得換，贏過的打法捨不得改。等回過神來，全世界已經研究了你4年，這一層阿根廷至少躲過了一半。恩佐這批新人是真頂上來了。上一個真正把衛冕路走遠的是2022年的法國，他們一路殺進了決賽，就差一步。而擋住他們的是誰？是現在這支阿根廷。也就是說，阿根廷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清楚衛冕的路有多難走，因為上一個衛冕夢就是他們親手終結的。至於梅西自己的世界杯劇本，你可以倒着看。2014年決賽輸給德國，他站在大力神杯邊上凝望的那張照片，成了那個年代最扎心的畫面。順便說一句，那屆阿根廷就是一路加時苦戰磨進決賽的，其中一場就是對瑞士。那年他26歲，正當打直年都沒做成的事，39歲回來還這個願，這劇本編劇都不敢這麼寫。2022年卡塔爾，他終於登基。2026年39歲，他把劇本翻到了沒人寫過的一頁。衛冕這一頁要是真寫成了，足球史上關於誰是最偉大的爭論大概可以就此閉卷。魔咒信不信由你，可有個事實擺着，現代足球的對抗強度天人反對王朝，各大洲的大賽裡能連裝的一隻手數得過來。阿根廷要翻越的是整個時代。最後說這場球的分量，阿根廷要是贏了，梅西就連續2屆世界杯殺進4強，離那樁64年的懸案只剩2步。而且半決賽等着他的是英格蘭和挪威的勝者，梅西對凱恩或者梅西對哈蘭德，隨便哪個都是能再進史冊的對決。瑞士要是贏了，那是他們隊史92年頭一個4強一個900萬人口的國家掀翻衛冕冠軍，同時那大概也是咱們最後一次在世界杯的球場上看梅西踢球。所以今晚這場看點從來不只是晉級，一邊是人類足球史最偉大生涯的續篇，一邊是等了72年的國家童話。總有一個要在堪薩斯城斷更，還有一筆賬替阿根廷算着。贏了的話，半決賽幾天後就開踢。39歲的腿，連喘氣兒的功夫都是奢侈品。一步一道鬼門關。台北時間7月12號早上9點開球，周日早上這場咱們華語球迷不用熬夜，泡微茶正好。記得給家裡電視，讓各位。這場球你覺得誰能贏？比分是多少？老馬跟你約定，覺得阿根廷穩的，評論區扣個1；覺得瑞士真能爆冷的，扣個2。順手把你猜的比分留下，
中午咱們对答，覺得老馬唠得還中，訂閱點一個，第一時間的復盤給你端上桌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